我可以这样子自拍，我可以这样子就可以来录影，那这样就可以。这是一只 iPhone。iPhone 在12代之后呢，有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它把无线充电做了一个升级。Apple 将 iPhone 的无线充电旁边加了很多的磁铁，我们称作 MagSafe。MagSafe 可以用来对准无线充电，同时还可以吸上非常多的配件，例如说像这个电竞风扇。当我们 iPhone 比较热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接上电源，用这个风扇来让 iPhone 变得更冷，或是说，因为这只是一个 Max size 的手机，它非常大只，我们不好去掌控它，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支架。那这边我把泡泡烧 Pop Socket 加上了磁力板，我们就可以吸上来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来使用我的手机，非常的好用。我们这边有一只 Z Fold 4。这支 Z Fold 4没有这个功能，它原本这边有一支笔，我们把这支笔移除了以后呢，这边就是平面的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帮它加上一个铁环，这样子就可以让它有 MagSafe 的功能，有很多的配件都可以透过磁铁吸到我们的 Z Fold 4上面去。我们拿出我们的铁环，后面是 3M 的背胶，撕开背胶，无线充电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把它粘上去。OK， 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去测试一下它可不可以无线充电。首先，我们把我们的支架把它放上去，看一下磁力够不够强。哇，很棒哎！但它粘的力气好像有点不太够，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半的空间是粘在上面的。好，那这样它应该就可以成为一个支架哦。我们这样把它粘上去。我的这个支架有点软掉了，因为它的气都已经漏气了，所以它现在是撑不住的状态。OK。但是我们手可以这样子，直接穿过来夹着，这样我就可以很好的去操控这只手机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我们这样手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抓着。那我甚至我要录影的时候，我可以这样子自拍，我可以这样子就可以来录影。那这样就可以，它粘不住哎，哇，好，它目前是粘不住的状态，因为粘力还不够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，我们可以去这样抓住手机，可以更好的固定。当我们将 Z Fold 4加入这个铁环了以后，它就有 MagSafe 的功能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加入更多 MagSafe 配件的可能性。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 MagSafe 配件就是 MAF 的磁吸卡套。这个卡套有3个功能：第一个，它可以装卡片，可以塞入少许的钞票；第二个，它可以当手机支架，我们可以把手机这样子，那它就可以让手机立着，可以直立的看影片，像这样子。来看影片，或是横着像 iMac 一样这样子来看影片。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你的手机就可以这样子撑在桌上，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吃饭，不用去抓着手机，解放双手。再来，我们平常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打开。我的手因为 iPhone 很大，我的手可以这样子穿过去，我就可以这样子来掌握我的 iPhone。这是我最喜欢使用的配件之一，因为加上这个铁环，所以 Z Fold 4也可以享有这个 MagSafe 的功能。我们把它移过来，这样子我们就吸上去了。因为 Z Fold 它这边的宽度是跟13 mini 是一样的，所以这边刚好就是一个卡夹的宽度，这样子 Z Fold 就可以装卡了，也可以有一个支架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追剧，它可以直立的这样放好，直立这样就可以追剧了，很棒。因为 Z Fold 很大，我们原本要去抓它，在外面是很不方便的，我们都要这样抓着。但是我们在外面移动的时候，我们不太可能这样抓着，这样子非常容易掉，也不是很安稳。当我们在外的时候，我们要用2只手抓，或甚至我们只能用外萤幕，因为手机太大抓不住。但是当我们有这个磁吸卡套的时候，我可以这样子打开，我就可以这样子握着，我就可以边走边滑手机，边看网页，这样是很方便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背后是长什么样子，背后是长这样，我这样子就可以握住这个手机，那我这样我就可以操作到更多的东西，看更大的内容。当然，我们不只可以使用这个 MAF 这个卡套来做到这件事情，同样磁吸的 MagSafe 也可以做这件事情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用卡套，或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用 MagSafe 来做这件事情，这都是可以的。使用这2个配件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装上来，我们可以来用 Z Fold 的后镜头来自拍，我们可以这样子。这样抓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自拍。
现在就让我来 demo 给你看。首先，我们到我们解锁画面，我们打开相机，在相机我们右上角这边可以预览，点一下，这边我们就开启了预览，所以我可以看到我自己使用主镜头，中间这颗镜头主镜头，我可以看到自己，但是我们的 Control 都还是在后面这一边。我们要怎么样把 Control 移过来呢？我们这边有一个叫自拍的按键，我们按下去，这样子这边的荧幕都会锁定起来，这边所有的 Control 都会跑到这里来。当我们要录影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，我们就先这样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握持角度，我们这样可以抓着我们的 Z Fold 4，抓好我们的平板手机。这边我们选择我们要的就是影片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开始 Hello， 我们今天要来录一集新的 YouTube， 那这一集 YouTube 会有关 Z Fold 4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这样子我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Z Fold 的后镜头来当做这只手机的主镜头，同时我可以看到自己，当我们自拍或自己要录 Vlog 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自己，这是我觉得 Z Fold 最棒的功能。我最近常常遇到的问题是我的头可能会被砍到，我的下巴可能会不见，就是因为我用后镜头，我每次都是这样，像 iPhone 这样，我是看不到自己的，我每次都要看着它，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哪里会被裁掉。但是 Z Fold 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就有很多的可能，我会看到我自己现在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，我要对着镜头讲话，还是我没有看着镜头，在荧幕里面我都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得出来。加入了磁吸配件以后呢，我不用这样子手这样子张着去做录影，这样子张着久了会非常累，而且会遮挡到下面这边的区域。我们只要这样子抓着，我们遮挡的区域就会变得非常的小，像是在抓相机一样，这样子就可以抓着，然后我就可以看镜头来制作我们的 YouTube 影片。那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